算回来了。他们欺人太甚，你看我。司徒仙君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哦，丹妃婊不回来了？大人，你闻着我是不是都熏入味儿了？你也太不小心了。司徒仙君，这是要对我的人做什么？无名无分怎么是你的人？他是你买来的吗？火元出10倍，你放了他。啊！哼，你做梦！放手！放手！他……姐姐，是我拉疼你了吗？没事。季贤君留步。失手烧了季贤君的家，万分抱歉，所有损失我都会赔偿。倒也不必。对不起啊，是我弄坏了库房。季贤君不高兴，要拿我出气，是应该的。没事，姐姐。他看起来不太高兴，不会是怪我烧了他的库房吧？大人，事情是这样子的，那个司徒仙君说是父母要搜查妖兽的踪迹。我想大人嘛，那肯定跟那妖兽是没关系的。而且我若执意阻拦的话，别人肯定会误会。我就让司徒仙君查了，谁知道那个法器竟对库房有感应。我就猜呀，这个妖兽就是个幌子，实际这个法器是要找别的东西。那我又不敢直接问大人。大人。我们现在呢是在一条船上的，大人不在家，我就得替您守好乌龟海，是吧？为何要维护司徒岭？啊？你和司徒岭很熟吗？你们不会是想要里应外合吧？看我懂什么？说话！哼！他居然气的是这个！我现在跟大人的关系到底是不一般呐，这要搁以前肯定要打要砍的怀疑我，这现在听起来倒更像是吃。大人就这么介意别的男人？要不然这样，大人，你把我娶了，跟我缔结心印，那别的男人就不会来找我了。没句实话。大人，我是认真的。我以前啊觉得能待在你身边就好了，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贪了。我想做大人的妻子，做一个有情有义、有名有分的妻子。好不好？看来有戏。七仙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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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仙君来了！
对不住啊，各位仙子，我今日呢是来陪。谁啊？是他吗？我今日是来陪明义仙子办正事儿的。这么无情的吗？买卖不成仁义在啊，也不挽留一下。吃点。张台，你可太好了！好大的明珠，这些玉石也好漂亮啊！我就要嫁人了，薛明将军说这些礼物随你们挑。张台，你说你要嫁的是虚明将军，你怎么都不跟我说呢？季贤君手上拿的什么呀？哦，给你带的。谢谢季贤君。不客气。如今我的身份已不便再出入华月野，但好歹姐妹相识一场，就算以后不相往来，也得好好告个别。张台，你那虚明将军对你可真好，难怪你会相中他。是，他知书达理，怀真抱素，赤胆忠心。你什么时候夸男人这么夸了？你以前不都是？哇，他好帅！哇，他好高哦！哇，他好有钱啊！我好想让他帮我画眉毛啊！各位慢慢挑吧，我该回去侍奉将军了。等等，张台，你手腕上的伤有好些吗？我给你的药可有在用？好多了，谢谢明义。明义，你怎么了？张台的伤不在手腕上，在腰上。他不是张台。他的脖子后面有傀儡印。刚才那个人并不是张台的真身，而是做成张台模样的傀儡。那张台的真身呢？想要与人的行动相似，需要抽取三魂七魄中的七魄，才能制成精密的傀儡。然而三魂七魄剥离之后，15日之内，他就会死。明义，季贤君，你们有没有办法能够救出张台？他以前最仗义了，每次房主要打我的时候，他都会替我挨。仙仙家里出事也是他拿出钱来的。精卫一族都没有人了，张台无亲无故的，我们得管他，一定要救他。不行，我真的跳不动了。饿了？能不饿吗？好几日没吃饭了。为什么不吃饭呀？没钱了呗。怎么会？你是得赏最多的。就突然不爱吃饭了呗。你骗人的是不是？你上次带我去浣纱集市给我买那眉笔，我都说太贵，你是不是把钱花完了？哎呀，你想多了。你不是喜欢他吗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多大点事儿，扁着个嘴，这嘴都可以挂油瓶了，一点都不可爱。哎，你怕痒吗？不怕。那你怕什么？你怕什么？我不可以，我怕，我怕。哎，我真怕痒。哎，我腰疼，我腰疼，你腰疼，没事吧？啊，你真疼啊？骗你。
吃啥呀？葱油饼。我不想吃葱油饼。那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烤鸭。你是只鸟，不能吃烤鸭。梦想是要有的嘛。分你鸭腿。啊。这样，我也好想吃饭。大人，我有件事儿求你。上次受血腥之苦，说实话，我还是有点委屈的。那么一大堆珠宝，你算是白收了？没白收，这不想着还能再多一点吗？说吧，要我做什么？大人这么聪明，应该已经猜到了吧？若要救张台，会对上极星渊最强的一只狐狸，我也无法时时都护着你。薛明想要撕碎你，易如反掌。你当真想好了？听起来，大人不会拒绝帮我救他。多谢大人。不过就是一段情谊而已，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？是，情谊于我，重于千山。我妻子说，她既与我成亲，便不想再与外面的人随意见面了。但季贤君开口，我也不能不答应。将军，我实在是担心张台，我见一面我就能放心了。请。张台，客人来了。张台，我们来了。不方便见了。你抬头看看我，是我。我说了，今日不方便见客，无论是谁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和他聊聊。你干什么？你看张台他都不理我，肯定是生我气了。他不方便见你，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。我这别闹了，大人。我妻子已斩断过我，你非要见他，我也让你见了。难道你还想得寸进尺？将军，当然不是。大人，你帮我劝劝将军，我就想见他一面，你让我。将军，许是因为我家这位肚子饿了，没有吃饭，所以情绪不稳定。不知将军方便赏口饭吃吗？我们吃完就走了，对吧？好。二位慢用，吃过饭了，还请离开。多谢将军宽待。快吃吧，明义。明义，你不是饿了吗？多吃一点。加点这个。啊！你不放心吃，倒是可以让我吃哈。来，我喂你。吃这个吗？来块鸡。悠着点，别味儿。喜欢吃。张嘴。张嘴。
你看好大的火！将军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快脱！大人，好手法这。天火而已，你不是最熟悉了吗？障眼法已成，走。在这么近的地方施法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虚明也不是吃素的。那你还有更好的地方吗？这傀儡只流了他身上的力、气、二魄。虚明将他的三魂七魄都分开了。引魂入幻，活力术法。你还知道这个？我们房主就是有苏狐族的，我担心章台，那不可能对他们一无所知。虚明利用了章台，引诱了他，将他困入自己的幻境。你若元神出窍，我可以利用这两魄让你见到章台，但你并无法将他带出来。只有找到虚明最真实的记忆，并重现，才有可能进入真正的幻境，救出章台。我一定能从章台口中问出虚明最真实的记忆。但你必须清楚，元神出窍本就危险。我就地开阵，只有1炷香的时间。你只够与他说几句话。若虚明发现，我会立刻脱身，不会管你。拜托大人了。小心。嗯。章台，章台，章台，是明义的声音。明义，是你吗？明义，明义，你在哪儿？我看不见你。章台，你别挣扎了。虚明把你的元神困在了幻境里，我只能通过你的两魄跟你见面，但是我救不了你。只有重现有苏狐族最真实的记忆，我才能把这个幻境打开，把你救出来。所以你告诉我，虚明最真实的记忆到底是什么？你把你们之间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告诉我。好。当初在花月宴，虚明拉着我一刻不松手，他的眼里都是我的样子，和过往的人都不一样。而且你知道的，他又高又帅，看着又很有钱。当时我天真的认为我找到了可以相伴一生的人，结果嫁给他之后，我才发现，他确实和别人不一样，他有病。他动不动就要跟我在家里办狐族的婚礼，一遍又一遍，哪个环节也不让少，前前后后起码都有20场了，还每次都要跟我合奏，我手都弹痛了，他还要继续。他还非要给我改名，叫我木心柳。我越想越不对劲，就猜他是不是有个叫这名的心上人呢？
但我跟这个人怎么会像呢？不可能，我才不信，怎么还会有人跟我一样漂亮？说重点，旭明最真实的记忆是什么？最真实的记忆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应该跟他那个心上人有关系吧？那你记得你是怎么被关进这幻境里的吗？就我总想着要回花月夜看大家，薛明不高兴，我为了哄他，就灌他酒，套话他和他那心上人到底是怎么相处的。结果他喝多了，一直对我说，不论你真心与否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说完了，他还要亲我。心流。亲头几回也就罢了，他长得不丢人，而且我觉得还挺好的。但他亲了20几回，我都麻了。长谈，时间有限，一炷香过了我就得出去，快说重点。哎呀，我这不就要说到了吗？我又陪他举行了婚礼，依旧是那个路数，那个流程。我不想谈了。他刚朝我走过来，我就晕过去了。再睁眼，我就在这儿了。在这树林。树林？什么树林啊？从我这边看，你被关在一个树林里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我在薛明的灯仙洞啊。我是被薛明锁在新婚的卧房里。一模一样。张台，你听我说，你应当是被虚明困在他制造的幻境中。你再想想，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明义，这里有很多诡异的声音，都是女人的。徐明不止找了我一个，在我之前，他不知道娶了多少跟那个心上人相似的女子，他们可能都已经死了，我可能也……明义，我可能撑不了太久了。来不及了。好久没吃这么饱了。你怎么也是这么撑啊？大人喂太多了嘛。来，来，吃好了。嗯。哎呀，将军来了。
房子可还好？多谢将军招待，我们用膳也完毕了，这就告辞了。多谢将军。走吧。这狐狸家的鸡就是好呀。小馋猫。只要你给出答案。殿下，将军给薄玉兰施了勾魂摄魄，他承受不住，元神尽灭。师父，主上。黄粱梦不是，像是他做了个噩梦。不行，师父是被他们虐待致死的。若非护照这个蠢货食言，我也不可能抓到他。如今多亏了他，我总算是知道了害死师父的凶手都是谁。护照只是个开始，他们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只要公主不问我和我的灵脉从何而来，我愿为公主出战清源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，若是我能赢了瑶光山的明线，就请公主撤销我的罪囚身份，封我为仙君。可如果你也输了呢？
若此次青云大会，我没有引过瑶光山的眉线，公主可立刻将我处以极刑。我甘愿陨灭元神，魂散六境。夫君，等我和季伯载成婚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公主，让你起来了吗？公主要拿在下出口气，自然无有不应。难为你如此效忠我叔父，才获得医仙这一职位。否则如今又要在哪里摸爬滚打呀？本公主让你起身了吗？你成为了夫君的医仙后，夫君昏睡的时间就越来越长。说说看，你们的计划是什么？让夫君成为傀儡，然后杀了我？公主想多了。君上身患沉疴，睡息可助他疗愈。你这副永远虚伪的样子，真是令人作呕。哦，不过多亏有严仙君做对比，本公主才发现季伯载的难能可贵，许他做本公主的王女夫，再合适不过。公主有空与我在这做口舌之争，你倒不如……公主倒不如去看看自己的后院是否起火。什么意思？看来公主好像到现在都不知道，无归海多了个女主人。季伯载拈花惹草不是一日两日了，这你能拿出来挑拨？公主识人的眼光一向不好，曾经看上我，为我所骗。如今看上季伯载，你又如何笃定他就是值得信任之人？不是人人都如严仙君这般，为了上位不择手段。本公主看中季伯载，想许他王女夫的位置，可他偏偏要靠自己的实力呢。单凭这一点，严仙君你的德行就远不如他。他是想靠自己，还是觉得迎娶一个失势的公主毫无价值？我很感激你替吉星渊赢下上境荣耀，助我坐稳寿华胖宫尊者的位子，但于你，于我，这都远远不够。你我二人结下婚盟，有朝一日，你能掌管这吉星渊，也未可知。公主啊，我可是拿命托底来跟你做交易的，说了我可是要元神尽灭的，你总不能这么贪婪，还要我的自由吧？我不要你的自由，我许给你权利。自由呢，我现在是有的，而权利，公主你还没有吧？所以这话从何谈起啊？季仙君，季伯载，生气吗？我真替你生气。而你与他的婚事也悬而未决，你焉知他不会站在我们这边？
如果他站在我们这边，那公主对于寿华叛宫仅有的微弱的掌控，怕是也将失去了。明映仙子。寿华叛宫尊者要见你。你是谁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时熏婆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不是说带我见尊者吗？他人呢？我已经见到你了。寿华叛宫的尊者，天机公主，还不快跪下！你这我也没法跪呀。公主，你帮我来所谓何事啊？明义是吗？不是。本公主命令你离开季伯载，只要你肯走，这些财宝都归你。本公主还赠予你1000两福泽，怎么样？这何必犹豫呢？你想清楚。若你肯离开极星渊，立刻就能获得这些东西。季伯载的风流债呀！哦，或是你还有什么其他想要的？本公主一一为你安排。我想要黄粱梦，也没有啊。若是你执意不肯离开季伯载，那你今天可就得命陨于此了。本公主也不喜欢见血，但无奈季伯载对你实在特殊，留下你不行。对，公主好商量，离开季伯载也不是不行。公主，你一定觉得我会这么说吧？诚然，一个男人和这些无尽的财富，甚至性命相比，也没那么珍贵。但是，自从季伯载把我从花月夜那个魔窟救出来之后，我就彻底爱上了他。眼下我对他是一往情深，至死不渝。那既然如此，你就死了吧，还能减少些麻烦。小云，动手！第一次拿刀吧，手边痛。来，小样儿，我都看见你了，赶紧来救我呀！季伯载，公主何必吓唬他呢？大人，别怕。天机公主，即便是你，也不能为难我的人吧？还请公主不要拆散我们。季仙君当真决定要维护他了。天机公主，你我之间只是公平交易，不涉其他。我先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可若是父君一定要为季仙君和本公主赐婚，季仙君还敢抗旨吗？神君常年昏睡不起，寒风君如日中天，
如今这吉星宫从上到下，怕是都以寒风君为尊了吧？在下不才，也算是个新贵。旧日的公主，与新晋升的贵客，你说，寒风君会让你成功的拿到这份旨意吗？季伯仔，你不要忘了，是本公主让你摆脱罪囚身份的。是，公主的确与我有恩，但本罪囚并不会以姻缘相帮。我想，对于公主来说，一个能赢下青云大会的斗者，总比找到一个王女夫更重要吧？你说呢？当然，还请季仙君加持。人我先带走了。烦请公主记住，若是有人再敢为难我的名义，即便是天王老子，我也一样杀了。公主，他怎么能这么对你？他对我什么态度、什么感情都不重要。目前看起来，他还没有投靠叔父那边，这就够了。这位仙君，今日当值的姐妹全在这儿了，你想让谁献艺啊？你们谁是季伯仔的相好啊？据传，曾有仙君在花月夜追赶一名仙子，却被季伯仔出手阻止，说那是他的人。是谁啊？不知道啊。你们谁要是能把那仙子的名字说出来，这些啊，都归他了。这我还真不能确定。这楼里的仙子个个都喜欢季仙君。季仙君的交好实在是太多了，您来的时候想必已经问过福月房主了，他都不知道，我们又如何知道呢？是啊，这如何能知道？不知道呀，不知道吗？仙君，不是，你就看这玩意儿啊！这不对付那个东土子对症下药吗？那你不如直接给他下药好了。我倒是想呢，谁让他那么谨慎，从不吃外食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别说我了。你最近怎么样啊？你的腰伤好点没？我给你的药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哇，还得是我们张台姐啊！怎么还不愿意起来了都？我快救我！我的腰起不来了啊！真起不来了！疼疼疼疼！忍着点，谁叫你逞能的？我以为好了呢。哎，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说呢。昨日有一个客人，他不听歌，不看我，反而来打听那日你被2个仙君追逐之事。他什么样的？挺高，
挺帅，挺瘦溜。你说这话有什么用？我压根没见到，好不好？他神神秘秘的躲在屏风后，一看就来者不善，所以我就替你遮掩过去了。谢谢你啊。藏得这么严实，他该不会是个斗者吧？他应该是了。这斗者若是擅入外境，要是被发现，可是要送命的。你再帮我揉一下这里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那日他滴酒未沾，但是他咬了一口栗子糕。栗子糕，果然是这蠢东西。我回去啦。真般配。大人其实不用来送的，毕竟是乌龟海女主人的朋友，初次到访，这点礼数我还是能尽到的。不愧是这个家的男主人。今日甚好。什么甚好？天气甚好。哪里好了？这眼瞧着都要下雨了。我看还要打雷了呢。玉虫得手之前，再陪你演演。大人，你说的到底哪里甚好呀？恭贺司徒领先军新任吉星渊司判堂主事，肃清朗之风，明公正之纪，神君庇佑，星辰万古。小司徒，你可算是来了呀！这司判堂，本君代管数月，是身心俱疲。往后可就要交给你了。这茶真苦啊！接寒风君飞说，自是日夜兼程，提前赶到，愿为寒风君分忧。小司徒，你才智过人，满境招考，你可是头筹啊！得你就任司判，定能助本君助吉星渊一臂。后赵自青云大会失踪后已有许久，我已查明，他与沉渊御司过从甚密，或许他的失踪与沉渊有关。这个可得好好查清楚啊！卧房已经替你收拾好了，你先去歇息。往后需要多少人手，你尽管调派。来，祝你。多谢寒风君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好苦啊！什么茶这么苦？唉，以后要上宫，真是苦上加苦。殿下，自岐伯在营下比试后，后赵就不见了。我们先前却是从未将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想过。是本君一叶障目了，一心想着要拉拢他，让他自愿交出手中的黄粱梦，却忘了
他既然拥有黄粱梦，那他和薄雨兰的关系一定匪浅。司徒领来了，殿下即将卸任，自然是要办宴请人的。不如就趁明日，设宴请季伯载来，且试他一试。若是季伯载与薄雨兰当真有牵扯，那便不能留他了。其实今晚你可以不用来的。韩风君设的宴席，我怎么能不去呢？我是想说，前任司判失踪，穆西柏一直代为打理司判堂，今日不过就是一个谢人宴而已。我都上大人船了，大人才跟我说这些，我会以为是担心我出什么情况，跟我提前交代呢。那个新来的司判堂主事是谁啊？说是叫司徒领。哦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也未曾见过，听说就是一个滑头小鬼而已。今日的谢人宴，按理说他也该去的，可他却突然推辞，说什么今日上宫太累，不能饮酒，不能开荤，缺席了。大人也应该找这种借口缺席才是。我不想溜，该面对的事情，怎么都要面对。我懂了，大人就是担心韩风君再给你塞人，才带上我的。是。我不喜欢别人塞给我的，我喜欢自己选的。嗯。大人。韩风君来乌龟海的那个晚上，我在大人房间不小心碰到一个盒子，里面掉出一个坏的铁扇子。我就想，那么破的东西，大人为何还留着？啊，难不成是哪个小仙子留给大人的？那是明宪的法器。啊，那大人干嘛收着？明宪战败了，想留着当战利品。其实，他的确如外界传闻一般，是个极具天赋的斗者。甚至我当时觉得，他未必赢不了我。但不知为何，他的灵力仿佛突然枯竭了一般。于是我也难以收回我的灵力，险些将他杀了。幸好，他的那个法器救了他，我便把他留了下来，想着有朝一日，战场再见，能还给他。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？你就当没听过吧。他说的不似作伪，难道给我下离恨天的人不是他？给我下毒的，如果不是他，那会是谁？到了。这一杯
我敬继兄。你看，如今在下有人管着，明义不让我饮酒，不如这杯就让明义来带我饮吧。怎么能让严仙君敬我呢？我敬严仙君才是。在下从未见过继兄在外饮食，这是为何？哪能的？我家大人在花月夜每次吃的跟猪一样，你看他，倒是配合一下。寒风君到。恭迎寒风君。哎呀，不必起身，不必起身。上回不是说了吗？以后你们都像博仔老弟一样就好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都把手放下啊！手放下。今日给新任司判腾出卧房，你们猜怎么着？在后赵原先的住所里，我们找到了这幅美人画像。画得如此秀色可餐，莫不是后赵司判的小情人？后赵不知去向，难不成是和这仙子私奔了？哎，诸位，你们都看看，看有谁识得这位画中仙吗？用什么法术画的？他竟还能动？能被这罕见术法所化，必是特别之人。继兄与哪家仙子都相熟，瞧瞧，可认识他？即便我相熟的仙子多，那也是过去的事了。如今心中只有明义一个人。继兄转了性子，都会惧内了。这画中仙，可瞧着像是继兄会喜欢的。继兄当真不认识？继兄，要不再仔细瞧瞧？谢仙君不认识，那让我来瞧瞧。这仙子当真是风雨啊！哎，让我也瞧瞧。嚯，这樱桃小口，若是能一亲芳泽，当真不枉啊！这神仙妙法，画中仙还可动作。倘若能换些姿势，岂不是更好？丈夫胸中存沟壑，美人一笑总倾城。相与交颈明月夜，念念不忘惹相思。孙仙君，没事吧？酒量不好就少喝点吧。这是谁扔的杯子？你干的？你故意的吧？怎么，觉得自己现在跟对人了，就开始放肆了？你给我起来！季贤君，孙辽也曾与你同台青云大会，你未免过了吧？
怎么我低头吃了半个瓜，就打起来了？好了，季仙君，你如此愤愤不平，是为了身旁家人，还是为了这画？其实我刚刚是故意的。我知道。那我算不算是惹祸了？大人，别动，不用担心那些。送你回去之后，我还有正事要办，你就好好休息吧。摁的还行吧。明义，别发呆了，玉虫有反应了。正好季伯仔出门了，走。这里是之前后山小楼所在的位置。小楼，你放火烧那个？哇，真是烧的影儿都没了。玉虫怎么带我们来这儿啊？什么都没有。好了好了，我来吧。熟悉的感觉。季伯仔把灵犀井藏这儿了。灵犀井？不可能！他真正的实力比我想的还要强，这居然已经到了能把灵犀井化成实地的程度了。真是给自己找了个藏宝圣地。那我都把火给烧过来了，季伯仔他提都不带提的。估计是觉得我们来路不明，不想提前暴露。哎，怎么没提了？不是把我送走了吗？要不是多亏我的聪明才智，怎么会给你这放火都放不利索的破事擦屁股啊？这就是灵犀，这就是灵犀井啊！哇，二七，你现在学会扯开话题了。玉虫确实感知到了，那说明黄粱梦就在这儿。哎，
办呢？除非跟季伯仔互通神识，否则没有人能擅长他的灵犀技。可你是明宪，6境之中最不可能跟季伯仔互通神识的人。明宪不行，但你现在是季伯仔从花月夜带出来的小仙子明义。你想说什么？6境规矩，缔结姻缘，新婚夫妇需要通过姻缘石结下心印，之后便可共通神识。你还真别说，是个捷径啊，是吧？是吧？简单吧？而且动武都不用动武，打架都不用打架，你就成个婚就可以了嘛，很简单的，相信你易如反掌。等，那理起来简单不？我还要回阳光山呢，麻不麻烦呢？简单，简单，到时候你俩一议定，划掉名字就可以了。行，就这么办。哎，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些的？啊，季伯仔看着可不像会与你成婚，任重道远啊。哎呀，让他带我回乌龟海就很难了，他连公主都不愿意娶，怎么能让他娶我呀？这季仙君，你如此愤愤不平，是为了身旁佳人，还是为了这画中仙？今日宴会的时候，那个木七百，他莫名其妙的拿了一幅画卷，季伯仔还挺在意的。你说我要是帮他一把，他对我那个好感度会不会就……什么意思啊？今儿咱要说的呀，就是那个第13回，俏明义擅闯四蟠堂。走，等会儿！哎，爪子。有法阵，那四蟠堂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进的吗？入夜后开启的法阵结界，肯定会让你的离恨花掉落一半。为了一幅画，不值得。既然张台已经提到那个明星多半是跟着我来姬心渊了，那我的行踪也不可能永远瞒得住。我们干脆别让人家白跑一趟，我们送明星一个大礼。明星都来了，咱们干嘛不逃呀？咱躲不了一世，咱起码躲一时啊！你主人还有那么久一时吗？那也不行。第14回，俏明义，富贵险中求，走！不是，什么叫俏明义，富贵险中求啊？富贵险中求，你天天富贵了，我天天险中求，我又往哪里跑？这都有手机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！追击境不会出错，明宪一定逃到了姬心渊。但我也不能在此逗留太久，若身份暴露，就麻烦了。主上，还是让我去四蟠堂。如果穆七百设下陷阱，我失手被擒，好过暴露主上与黄粱梦的渊源。穆七百会拿出师傅的画像来，就证明他已经猜到了。若是一幅画像都抢救不得，那我也没必要从尘缘九死一生爬出来，一辈子跪着做个罪囚便是。可我有责任保护你，刀山火海本来就该是我替你去。我出了事没什么，可若你出了事，还有谁能撑着？让我去吧。话那么多，都不像你了。行了，
他那点小伎俩，奈何不了我。